歡迎來到新聞頻道，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肖戰10日中煙灰同狼尾一出直接炸場，5小時破1.2億閱讀量，央視主動轉發，這劇到底靠什麼爆？肖戰呈現的那個有着灰色眼眸、狼尾髮型的造型一經亮相，說實話，當時我的第一反應便是，這難道又是粉絲們處於極度興奮狀態的表現吧？而後當我點開片花並觀看完畢，我整個人完全處於驚呆了的狀態，就是那一句非常有名的"我要開始說謊了"的台詞，再搭配上他抬起眼睛的那一瞬間所流出的眼神，我的後背頓時不由自主地冒出了一層密密麻麻的雞皮疙瘩。且不說這般破碎感與高智商相加之搭配，在內娛確實沒太多人可以演繹得出。更為離譜的是，央視電視劇官方微博竟然主動去轉發了這條物料。要曉得，這種級別的背書可不是隨便哪一部劇能夠獲取到的。微博話題閱讀量在5小時內衝到了1.2億，預約的人數直接猛地突破了100萬。這數據擺放在一部尚未播出的劇身上，說實話，着實有點令人感到嚇人。騰訊視頻的待播期待榜單直接攀升到了頂部第一，站內熱度指數甚至超越了好多正在播出的劇。我翻閱查看了一下以前的記錄，先前的《長安的風》同樣也是 S+ 項目，然而其蓄水時期也沒有這般迅猛過。這部劇究竟是憑借着什麼呢？我仔細思索考慮一番，真的絕不是簡單的一句頂流擁有的號召力能夠全然解釋明白的。聊聊選角這方面，導演許宏宇為了等肖戰，硬是拖延了3年都不更換演員。這種情況在當下的內娛簡直是前所未聞，畢竟資本催促着趕緊拍攝、趕緊播出的劇集太多了。然而許宏宇就是認準了肖戰，稱他是旗下唯一合適的人選。而我認真查看了原著，旗下這個角色確實不容易演繹，背負着7年輪迴的記憶，表面上是個冷靜的職業騙子，可內心卻已經破碎得不成樣子了。肖戰那種疏離而且還帶着些許脆弱的氣質，的確與旗下高度貼切。有書粉竟直講這是天選旗下，不是隨隨便便哪一種流量都能夠撐得住並且使其立得住的。配角陣容着實稱得上扎實，魏大勳飾演楚天秋佩戴上金絲眼鏡的時候，那種高至腹黑的感覺便凸顯而出。胡先煦扮演陳俊南狼尾髮型搭配毒舌性格，充分展現少年感達到極致。毛曉彤此次直接進行形象顛覆，飾演文巧雲再畫上老年又帶疤痕的妝容後，我乃至都沒能認出來。李治廷去演喬家勁，儘管年齡相較於角色大出了14歲，不過我覺得對於這個爭議不必過度憂心，畢竟在《慶餘年2》中年齡差更大的演員依靠演技成功支撐住了局面。造型精緻的仿若 BJD 娃娃一般的李婉達，網友紛紛表示，第一眼的時候壓根認不出其本人來。講真，即便選角厲害，要是沒有出色製作支撐，那也是枉然。這部劇投資超2億，40%的預算淨值投入到特效方面。特效團隊是曾做過《流浪地球》的 Morax， 這般配置在國產劇當中着實少見。片花裡那些12生肖面具，據說能夠呈現出20種表情變化，依靠的是伺服電機驅動技術，並非單純的後期 P 圖。在虛擬影棚方面，搭建起了8000平米的規模，其在世界觀設定上實現了對中胭脂的一還原，呈現出暗黑水墨風格，並兼具廢土質感。眾多網友斷言不像國產劇做出來的東西。就該片花裡那些鏡面分裂的屬遊戲的鏡頭而言，原著粉紛紛表示頭皮發麻。劇組敢於如此這般還原，着實是下定了不小的決心。但我同樣需要表明，
熱度處於較高的狀況，並不絕對等價於必然能夠成就爆款這般的結果。去年存在一個帶有好似類似感覺的無限流項目，名為迷宮謎團。在前期階段開展的宣傳呈現出一種鋪天蓋地、大範圍覆蓋的態勢。然而最終上線以後，它敘事所具備的節奏方面表現不佳，存在拖沓的情況，並且角色所擁有的層次也難以穩固地樹立起來，最終導致口碑出現了翻車這樣不太好的狀況。在網絡之上存在着數量眾多的人紛紛發出提醒，告誡時日中煙一定千萬不要重蹈前面所提及的那種覆轍。畢竟預告片以及片花這類內容是可以憑借顏值以及特效來進行比拼的，可是真正起到考驗作用的還是劇情所具備的節奏以及內容所蘊含的深度。當下的觀眾已然不是那種很容易就能夠被糊弄過去的狀態了，僅僅依靠視覺衝擊是無法長久留住觀眾的，會讓人離去的。談及內容深度時，這劇的題材着實是稀缺的，它是中式無限流，有着規則怪談，更是全員參與制鬥，而且不存在戀愛線。其原著於番茄小說上分數高達 9.9 分。在全球的發行量超過200萬冊，像這種無限流加規則怪談的組合情形，在國產劇的賽道範圍內幾乎處於空白狀。劇中那些有着12生肖設定的死亡遊戲，其每10天便會開啟一個輪迴，隨後記憶被清零。在這其中，只有極少一部分人會覺醒回想相關能力，而這些設定本身就具備相當大的吸引力。肖戰所飾演的旗下擁有生生不息這種頂級的回想能力，此能力能夠實現讓別人復活，然而其代價卻是自身要承受永恆的孤獨。這類帶有悲劇英雄色彩的角色，的確是存在着能夠勾起人們追下去那種慾望的。劇組為了對原著名場景予以還原，着實付出了努力。除上述提及的8000平米實景外，他們特意搭建了相關標誌性道具，像直徑4米的巨型透明玻璃球，其內部嵌入了精細微型場景，遭網友猜測與時日輪迴核心設定存在關聯。另外，夜色裡12尊造型各不相同的生肖石雕，人首蛇身雕像準確與原著形成呼應。這些細節使觀眾對於正片質感信心大幅增強，畢竟當下觀眾對細節要求頗為嚴格，場景越是逼真就越能夠沉浸於其中。但是，我也不得不來點讓人不那麼開心的話，這部劇所採用的是3季連拍這種模式，它計劃要一次性去拍攝包含72集的內容，這樣的一個體量真的是相當大。3季連拍具備的好處在於，可以保障風格能夠保持統一，並且製作水準可以維持穩定。然而，風險也是非常明顯的。要是哪一季在劇情節奏方面出現了問題，那麼整個系列都極有可能會受到影響。這種長線拍攝對演員的檔期要求頗高，對其狀態要求同樣很高。肖戰從4月開機直至如今，路透裡頭已然能夠見到他帶有受傷情節的戲份，手捂着胸口，眉頭緊緊皺起，那種所謂的破碎感真真切切的極具打動人心的力量。不過這也表明拍攝的強度是不容小覷的。我留意到了一個饒有趣味的現象，這部戲劇僅僅自開機的那一日起始，熱度便始終處身於高位進行運作。在4月10日開機的當日，微博劇集方面的指數淨值衝破了1億，進而成為了國內娛樂領域首部於蓄水17微博指數衝破1億的戲劇作品，其所獲取的單日熱搜量多達38個。騰訊視頻的預約數量成功突破了55.7萬。奇妙的是，關博於毫無零物料的情形之下進行空降，在24小時的時間當中，吸粉總量超過50萬，將無物料無熱度這樣的行業慣例予以打破。
此種熱度積攢至6月24日片花發布之後呢，則徑直來了一次集中性的爆發，在36小時以內片花的播放量突破了1億，創造出國產劇蓄水期的全新高度。尚有那些玄學巧合亦頗為有趣。肖戰屬相未羊，旗下此角色設定是白羊座。劇集預估於2027年羊年播出，被粉絲闡釋成3羊開泰。更湊巧的是，肖戰前往青島為讀劇本那日，當地湧現了百年難遇的血月加平流霧天象，與原著異世界開篇的設定精妙吻合。原著作者還親自認可了這個巧合，這些巧合累加在一起，致使劇集的熱度從粉絲圈層蔓延到了大眾圈層，討論度徑直拉滿。雖如此，我仍要講一句，這般玄學僅能起到錦上添花之效，無法達成雪中送炭之功。倘若劇情未達要求，縱有再多玄學亦無法挽救局面。當下網絡上已有諸多原著粉心存憂慮，劇集是否會為了謀求視覺效果而捨棄內容深度？畢竟精緻的外殼與內容的靈魂，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呀。三體動畫去年是個例證，前期的特效被大肆吐槽，團隊花費2年時間去優化細節，最終成片才獲得認可，這表明觀眾對於制作的要求已然很高。僅依靠大制作的噱頭是不行的。還有一點我想要聊一聊，那就是這部劇在海外所具備的影響力。開機的當日，與之相關的各類話題成功攀升登上了 Twitter 全球趨勢當中的第13位，其覆蓋範圍涉及190個國家以及地區。肖戰個人所擁有的全球影響力，使得中視無限流收穫了國際市場的關注。這樣的一種文化輸出實際上是頗為難得的，畢竟眾多國產劇在出海之後往往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狀況。然而這部劇無論是從題材方面還是制作方面都天然的帶有國際範兒，說不定能夠開闢出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實際上，這部劇目前所有的物料都在傳達着這樣一個訊息，劇組展現出相當高的用心標準。演員表現得極為貼合角色形象，制作堪稱達到強硬的水準。然而，也必須得認清這樣一個情況，熱度增進，與此同時壓力也會增大。觀眾所抱持的期待數值被拉高到顯著程度，一旦正式播出，畫面無法符合預先期望，那種反作用的力度可是會相當迅猛的。當下網絡上面已經有一些人在展開談論，肖戰究竟能不能成功承受住旗下這個具備複雜特質的角色？畢竟智商高超的行騙者，再加上70年跨度的輪迴記憶，像這種角色所蘊含的層次深度，是需要具備很強勁的表演技能功底的。片花當中呈現出的眼神戲着實令人感到驚豔。然而，就一整部劇全部播放完畢的情況而言，是否能夠始終維持這樣的狀態，目前依舊是沒有確切答案的未知狀況。另外一點，這部劇雖說配角陣容或讚毫無短板，然而演員數量眾多，戲份的分配有沒有可能出現問題呢？畢竟群像劇最為困難之處就在於平衡每個角色的高光時刻，既要使得每個角色具備讓人記住的特點，又不能讓其佔據主要角色的地位。之前的無雙偵探依靠扎實的故事以及細膩的表演實現了逆襲，前期宣傳冷清，不過播出之後憑借口碑收穫了粉絲。這表明觀眾到最後還是會依據實際情況做出選擇，僅依靠營銷跟流量是無法維持太長時間的。我事實上蠻好奇的，你們認為這劇可不可以衝破高熱度低口碑的魔咒？再者說，你們覺得肖戰此次能不能憑借旗下這一角色完全證實自己的演技？畢竟從《陳情令》直至《藏海傳》，他的作品一路攀升，可頂流這個標籤一直無法褪去。好多人都守候着瞧他這次能不能真正封神。
還有那些路透裡流露的受傷鏡頭，那種破碎感究竟是真切表演，還是粉絲濾鏡在起作用？反正我是挺渴望聽聽你們的看法的。